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歷史上第一次跌破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。這不是經濟新聞，這是金融層面的宣判。就在2025年11月，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跌破 1.6%， 而日本10年期國債已經反彈到 1.8% 以上。注意，是日本，是那個被罵了30年失去的30年的日本。什麼意思？意思是資本用腳投票，判定中國未來的增長預期比日本還要差。不是暫時，是長期；不是情緒，是結構；不是誤判，是定價。如果說 GDP 數據還能注水，統計可以修飾，那國債利率是拿錢砸出來的共識，是你印100本報告都篡改不了的結論。資本不看口號，只算回報率。誰的未來更糟，誰的利率就更低；誰的經濟更有希望，誰的利率就更高。而現在這條利率曲線已經無情地告訴世界一句話：中國正在被貼上長期通縮經濟體的標籤。很多人說中國會不會走日本老路？醒醒，能走上日本的老路，那是中國的福報。日本地產泡沫破裂後，人均 GDP 從1990年的 2.5 萬美元漲到現在的近 3.5 萬美元。日本人均壽命 83.8 歲，世界第一梯隊。日本基尼系數常年在 0.33 左右，而中國2019年後基尼系數乾脆不敢公布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即便在公布的最後幾年，中國基尼系數已高達 0.47， 遠超 0.4 的社會警戒線。一個國家貧富差距大到這個程度，卻還想談共同富裕，你不覺得像大型諷刺劇嗎？繼續對比，日本醫療支出占 GDP 約為 10.9%， 中國醫療支出占 GDP 僅約 6.5%， 日本教育支出占 GDP 約為 3.6%， 中國教育支出常年低於 4% 的政策紅線，2023年僅為 3.4% 左右。日本勞動者報酬占 GDP 約 55% 以上，中國勞動者報酬占 GDP 長期在 43% 左右徘徊。什麼意思？就是中國拼命榨取勞動者剩餘價值，卻不願把錢花回人民身上。而日本即便經濟停滯，社會也沒它，因為人家用真金白銀拖住了社會底層。中國呢？財政的錢去了哪裡？看一組官方數據。2024年，中國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，國防支出同比增長超 7.2%， 科技支出同比增長近 8%， 公共衛生、社會保障的增幅卻不足 3%。換句話說，軍費漲最快，民生漲最慢。而與此同時，中國地方財政債務總額突破80萬億元人民幣，地方融資平台債務化解靠借新還舊，養老資金缺口不斷擴大，醫保基金多地已經出現入不敷出警告。這不是經濟問題，這是優先級問題，是選擇問題。不是沒錢，是錢不花在人身上。而現在，問題終於從財政賬本蔓延到了金融血管。當10年期國債收益率長期低於 2%， 你要知道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資本預期未來10年經濟基本不增長，投資者更願意保本而不是增值，全社會風險偏好接近冰點，成長期企業融資環境會越來越窒息。歷史經驗非常清楚，當一個經濟體的長期國債利率低於 2%， 如果缺乏強力改革，基本就會進入長期通縮陷阱。而現在，中國不只是低於 2%， 中國是低於日本。這意味着一個更殘酷的現實，在資本眼中，連日本這個曾經的通縮樣本都比中國更值得投資。有人還嘴硬，通縮對普通人不是好事嗎？物價便宜啊。錯，通縮從來是底層的噩夢。
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5年前3季度，中國 PPI 同比下降，連續第23個月為負 ，CPI 多個月接近零甚至負增長，房地產成交額同比下滑超過30%，青年失業率通過口徑調整消失後，民間機構估算仍高達18%以上。企業不賺錢，不敢招人，不敢漲工資，甚至開始裁員。你買得起便宜的東西，卻買不起未來。所以你會發現一個可怕的場景正在形成：房價不再漲，工資不再漲，預算越來越緊，機會越來越少，但稅費和社保還在增加。一邊是穩中向好的宣傳，一邊是越來越低的國債利率，兩條平行線，只有一條是真實世界。更可怕的是，這還只是開始。因為當國家走上長期通縮軌道時，真正的痛苦從來不是數據，而是生活。企業活不下去，年輕人看不到希望，中年人扛不起房貸，老年人指着養老金過日子。而你發現，錢越來越難賺，病越來越怕生，老越來越不敢老。當國債利率低於日本的那一刻，其實已經不只是金融事件。那是一個信號，一個屬於中國經濟下行時代的發令槍。而接下來，是房子，是企業，是打工人，是養老金，是整個社會結構，還會更冷，還會更痛，還會更長。如果說低於日本的國債利率是金融信號，那麼接下來倒下的是普通人的生活。這不是宏大敘事。當國債利率跌破歷史底部，真正受傷的不是銀行，是普通中國人，是工資，是機會，是命運。因為在通縮週期裡，現金變成帝王，債務變成枷鎖。而中國這個社會，絕大多數人恰好是有債沒現金，有風險沒避險工具，房貸、車貸、教育貸、消費貸像鋼索一樣纏在脖子上，而你期待的加薪、晉升、跳槽紅利，一個個被通縮剪斷。你拿着2025年的工資，對比2019年的物價，再對比2025年的醫療、教育成本，你會發現，買不起的不是房，是生活本身。有人說，那就不消費了，躺平。可問題是，你不消費，企業更倒閉。企業更倒閉，你工作更難保，你工作更難保，你更不敢消費。這就是通縮的死亡螺旋。日本用了30年才走出來，而中國的問題更複雜，因為日本的通縮發生在一個富裕社會的頂端，而中國的通縮發生在一個中等收入陷阱裡。什麼意思？就是你還沒富起來，先窮下去了。看看一組更扎心的數據：2024年，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僅為3100元每月左右，而一線城市年輕人的平均房租早已突破4000元每月。換句話說，多數人工資還沒到房租線，更別提醫療與養老。而醫保基金，全國多個省份已公開預警，部分區域將在未來5-8年內面臨赤字壓力。養老金呢？根據中國社科院預測，全國社保基金可支付壓力在2035年前後進入高峰缺口階段。這意味着，年輕人現在交的錢很可能在未來領不到，或者領得比預期少太多。所以，年輕人開始不結婚、不生娃、不消費、不買房。不是他們不愛國，是他們算過賬。這不是叛逆，這是清醒。而當一代人集體放棄長期規劃時，國家的長期邏輯也隨之塌陷。人口下滑，結婚率暴跌，生育率跌破 1.0。2024年，中國總生育率已逼近 0.9 以下。一個社會如果連生存的動力都沒了，還談什麼復興？而政府能怎麼辦？繼續發消費券，
繼續喊口號，繼續用公費廣告告訴年輕人要努力奮鬥，相信未來。但現實是，信念需要經濟基礎支撐，而當基礎塌了，信念就成了命令。與此同時，另一條更暗的線正在推進資源內卷。中國經濟總量還在，但蛋糕不再變大，那剩下的就是你搶我，我搶你。公務員事業編越來越成為避風港，國企崗位變成圈地運動，民企被擠壓，創業不斷塌縮。競爭不是為了更好，而是為了不餓死。於是內卷從玩笑變成現實生存法則，一場全民自相殘殺在沒有炮火的戰場上完成。而另一邊，財政和資本卻在另一個方向加速運轉。更多的錢投向軍工、航天、芯片、戰略產業，而更多的普通人被擠向邊緣，失去上升通道。表面上是民族復興，底層卻是階層凝固，這才是更殘酷的矛盾。很多人罵年輕人躺平，但問題是，當一個系統不給人上升通道，還指責人不努力，本身就是荒唐。就像一輛沒油的車，罵司機踩得不夠猛。而真實的情況是，不是方向錯了，是油箱空了。現在回到開頭那條數據，如果未來10年中國真進入長期通縮時代，那麼多數人要面對的不再是夢想，而是生存策略。房子不再是資產，是負累；學歷不再是躍遷，是通行證。努力不一定致富，但不努力一定被擠出局。而所謂的躺平，本質上只是底層對失控時代的最後自保。利率已經告訴你結果，生活正在對付代價，只是很多人還不願意信。